摆荡摩登舞的重要元素，你真的了解了吗？Hello， 各位 Dance Passion 舞动魂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ex 老师，欢迎大家来到国标小学堂的摩登技术篇。今天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呢，要来跟大家谈谈一个摩登舞里面相当重要的元素，叫做摆荡。那在摩登舞里面呢，我们摩登舞的舞科里面，我们大概呢可以区分为摆荡舞科以及非摆荡舞科。那在摆荡舞科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我们有华尔兹、胡步，然后快式步，还有维也纳华尔兹。你看哦，它占的比重相当的多，它已经五种舞里面，它已经占了4种舞。那另外一个非摆荡舞科呢，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 Tango， 但其实 Tango 它也是有一些摆荡的小小的元素在那里面。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影片会稍微跟大家稍微分析一下。那在我们这一集影片里面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讲说，我们的摆荡舞科跟非摆荡舞科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从摆荡的这个角度下去来探讨。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希望可以能够对同学们在摆荡舞科这个部分呢，能够有一个帮助哈。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想一下什么叫做摆荡。好，你们也可以去定义一下什么叫做摆荡。那在摆荡的我们的定义上面来讲呢，是有一个固定的端点。好，有一个固定的端点，那我们有一条垂线垂着，那另外一端呢，它在做什么？自由的运动。好，自由的运动，所以你可以发现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感觉，就是它必须要有一个端点的存在，那另外一端呢，必须要有一个什么自由的运动。那从这个端点，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发现，我们可以来产生出一些分类，分类就可以知道我们有哪几种摆荡的类型。好，所以当我们在跳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去摆荡的类型。那在这一集的影片里面呢，我们把摆荡分为3个类型，哈，我会慢慢的跟大家介绍第一种呢，我们叫做钟摆式。好，钟摆式的摆荡。好，钟摆式的摆荡。那这个东西呢，其实相当的被应用到非常的多。好，比如说当我们在跳 natural turn 的时候，好，我们当 natural turn 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当我在跳 natural turn， 我的 center of gravity 就是我的重心的中心点，我们是经过低点，看到吗？我经过低点，然后我再摆荡上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我的摆荡动作，我的 center of gravity 就是我的臀部的这个中心点的位置上呢，我是经过低点，然后摆荡向上，可以看到吗？好，我是经过低点，然后摆荡向上。我再为各位示范一下，请去看一下。假设我现在想象一下，我的肚子这边有一个画笔，所以我会经过低点，然后摆荡上去，结束。所以这个动作，你看看，我们有下摆式的动作，这叫做钟摆式的摆荡。好，钟摆式的摆荡。那基本上这个钟摆式的摆荡呢，它会发生在什么？我们所有的像摩登舞里面，我们有下降动作衔接到上升的这个动作，好，这个过程我们全部都把它叫做钟摆式的摆荡。那这个地方你可以发现，基本上每一个小节都会发生一次啦，每一个小节都会发生一次，所以请大家要去好好的去练习这些事情。那第二个事情呢，是叫做节拍器式的摆荡。什么叫节拍器式？就是一样，它是固定端点，但是它在上方做什么？自由的运作。好，自由的运作，所以这个叫做节拍器式的摆荡。那当你理解到节拍器式的摆荡的时候呢，它也会协助什么？协助让我们的头型去产生出比较不一样的变化。所以它必须要从我们的心窝产生出一个端点，做一个节拍器式的摆荡，看到吗？好，节拍器式的摆荡。那所以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动作有点像 tipsy， 好 tipsy。好，那这个动作它的头型就会改变了。那好，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边做一个 chasse 的动作。好，我们在这边做一个 chasse， 这边是做 1， 然后 2 and 3。你看到我是不是在这里做 2 and 3？ 我的头是不是像节拍器式一样的从我的左边到我的右边？那这个动作呢，当我们有产生出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头型就开始产生出比较多的变化，而不会只是单纯的固定在这个地方不动。所以我们会有一个
进入了，然后推高下垂。那当然这些动作呢，好，它必须要搭配你的前导部跟你的后导部去使用。那这是我们今天为各位介绍第二种类型的摆荡动作。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三种类型的摆荡动作，也是比较少老师们会去提及到的部分。好，所以请大家稍微特别注意一下。那第三种类型的时候呢，老师把它叫做磅秤式，也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水平转换的，水平转换的。所以就像是我在这是一个水平端，这是一个端点我现在手头是一个端点，但是我的身体在做什么水平的转动。那这个时候在什么时候会用到呢？比如说我们在做 spin 的时候，我现在进到这，你可以看到老师的身体是不是有一个从前方然后转动带到后方的这个动作？所以当我在跳的时候，这就会产生出一个什么摆荡的动力。那很多的同学在跳 spin 的时候，或者是说running spin 或 outside spin， 只要是那种旋转系列的舞步的时候，它都会相当的困难，因为它都是踩的，它都是反身，然后停下来，反身停下来，反身停下来。那它这样子的动作会造成它什么舞蹈动力上面的停顿，所以它非常的难跳。因为自己一个人跳没有问题，可是问题是当你跟你的舞伴搭配在一起的时候，你不断的停顿，动力不断的停止下来，其实非常的难去配合。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动作上面，我要产生出这样子的一个摆荡动作，看到吗？好，所以我产生出，我把它叫做磅秤式，就是磅秤式。好，磅秤式水平的转换的那种摆荡动作，所以我在这里，我是不是产生出一个磅秤式的转动动作？所以在这个时候做完的动作的时候，我的左边的这个肩膀的重量线其实是一个固定端点，而我的身体是一个在做水平磅秤式的摆荡动作，然后我完成它。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我们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如果你可以有这样子的摆荡动力，那你会发现它的动作就变得非常的流畅。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的摆荡，因为在我们的摆荡舞科里面，我们会把摆荡当作是一个动力的来源。老师们都非常的介意这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一次的动力，然后完成后面的动作。所以当我们在做 natural turn， 我下降摆荡，然后我就后面就不再用力了，后面我就把力量收集起来。那比如说我今天做了一个节拍器式的，我在这里做了，我就放松，让它怎么样？让它完成我的 shaping， 好，完成我那个后续的接下来的形状。那像刚刚我们在跳那个 spin 的时候，在跳这种旋转舞步的时候，我也是一样我第一次用力，然后我后面就跟着它走。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它就会让你的舞蹈呢，在起始的动力上面是一个好的开始，那你后面顺着那个动力呢，它就可以完成什么？你后续接的舞步。那今天呢，我们这一集影片只是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有哪几种摆荡的类型。那我后面呢会再拍一些影片呢，来介绍这些类型的摆荡动作，我们会怎么样去应用，以及它的细部分解，可以吗？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你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你有想要回馈的，想要跟我们回应的和回复的，都欢迎在我们下方留言，我们会尽快的回复你。那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了，拜拜。